85米高，耸立于挪威乡间的米约萨塔。挪威语 Mjøstornet 是乡村天际下一座精致优美的建筑。这可能是因为米约萨塔是世界上最高的木质建筑，几乎全由临近森林的树木所制成。直到20世纪末，工程师们一直认为不可能建造一座超过6层楼高的木质建筑。传统的木板能够坚守对抗与木材纤维生长方向平行的力量，但它们对于从垂直方向所施加的压力很脆弱，所以木材缺乏钢铁的抗拉强度或混凝土的抗压强度，而这些都是支撑高层建筑和对抗高海拔地区强风所必须的。但在1890年代初发明了胶合板，又称胶合木。1个世纪后，工程师开发出交叉层压木板，或称 CLT。这些新的木质材料开始时和其他木材一样，刚砍下的原木被锯成光滑均匀的木板，然后制成 CLT， 就是把木板以纵横的方向交替粘在一起，使其能具有像混凝土那样的抗压强度，并承受比传统木材重20倍的负荷。而胶合木则是将板材沿同一方向粘合在一起，形成巨大的横梁，其抗拉强度可与钢铁相媲美。胶合板不像 CLT 那样用途广泛，但沿着同一个方向时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度，使它在承重梁和柱子方面更有优势。这些工程形式的木材最终可以与传统材料竞争，同时也带来了它们自己独特的优势。CLT 的重量是混凝土的1/5，使用 CLT 的建筑可以用更小的起重机、更小的地基以及更少的建筑工人。混凝土必须经过长时间的铸造和在模具中固化的过程，而木材则可以使用计算机直接操控的切割机快速成型。混凝土需要特定的天气和时间条件才能在现场浇铸，而工程木料可以在工厂里预制，形成标准化的部件，有明确的组装说明。综上所述，这些材料可以使施工更快、更安静。它使用更多的可生物降解的材料，产生更少的废料。一旦建成，使用 CLT 和胶合板的建筑，对一些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也会更强。地震会使混凝土裂开，永久性削弱整个结构，但是开裂的木板很容易被替换。消防安全方面也是如此，在 CLT 建筑中，温度的升高使这种材料的外层烧焦，产生对内层长达3个小时之久的隔热。这段时间对于大多数建筑物的人员疏散来说绰绰有余。烟雾消散后，烧焦的面板可以换掉，融化的钢梁则不能换。但 CLT 和胶合板最大的好处也许在建筑工地之外。建筑施工占全球年度碳排放量的11%，而钢铁、混凝土、铁和玻璃的生产是这一数字的主要贡献者。然而，木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，如果种植树木来取代被砍伐的树木，就可以实现碳中和。木材还具有低导热性，使其更容易为建筑物供暖和制冷，减少能源浪费。尽管有这些优势， CLT 所需的木材数量要比传统的木质结构多得多，而在数量差不多时， CLT 或胶合木都没有钢筋或混凝土那么坚固。即使是 Mjøstornet 也不完全由木材制成，因为它包含了混凝土板来加固上部楼层。综上所述，纯粹的木质结构不太可能有足够的强度来支撑40层的高楼，这是正式摩天大楼的最低高度。但即使仅30层以下的建筑采用木材建造，也会使这些建筑的碳足迹减少25%以上。因此，无论这些木建筑有多高，每一栋都能对我们所处的水泥森林的健康做出贡献。我们拥有能够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，但你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访问 ad.ted.com/earthschool， 获取路线图和能够产生影响的具体行动。